你已经每天都在训练了，甚至是1天2次的重训，再配合很多有氧运动，但为什么就还是瘦不下来呢？你甚至尝试了一段时间的间歇性断食，那甚至有的时候呢，只有1日1餐，但是你的体重秤仍然纹丝不动，你很沮丧，不知道为何自己就是瘦不下来。嗨，大家好，这里是监督你们减肥的营养师大丽丽。那在今天的视频中呢，我想介绍8种食物，如果你想要顺利的瘦身，或者想要练就漂亮的腹肌，那这8种食物呢，在你减脂增肌期间呢，最好不要碰哦。那说到这里呢，或许你已经联想到了冰激凌。没错，那让我们就先从冰激凌开始说吧。首先呢，冰激凌的糖分非常的高，高糖饮食呢会导致我们体重增加，这是无可置疑的。那血液中的甘油三酸酯的水平呢也会升高，也会增加我们患糖尿病的风险。而且冰激凌里边过高的糖分呢，会使你的血糖迅速升高，进而刺激你的胰岛释放出大量的胰岛素来压低血糖。那过多的胰岛素当然不利于脂肪的燃烧了。那在之前的一些视频里呢，我有介绍过，胰岛素它是储存的激素。那我们身体里当储存激素过高时呢，我们自然就比较容易长胖咯。那加上大多数冰激凌一杯中呢，至少含有300卡路里的事实，所以呢，当你尝试燃烧脂肪并增加肌肉的时候呢，冰激凌无疑是你瘦身美体道路上的绊脚石哦。如果你想要很快的看到自己练就的腹肌，那另外一种食物可能也要避免，那就是我们的奥利奥饼干，或者是这种类型的其他的饼干或者糕点，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好丽友派呀，或者凤梨酥什么的。那么它们之所以不适合减肥时期吃的原因，其实和冰激凌类似，那么它们含有太多的糖，所以当你吃它们的时候呢，你的血糖就开始迅速的攀升，你的胰岛素水平会迅速达到峰值。那么在你胰岛素水平下降之前，你要知道你的身体是不可能燃烧脂肪的。让奥利奥这类的饼干称为危险食物的另一大原因是它们可怕的卡路里含量。那每2块奥利奥饼干呢，就有104大卡，而且我敢打赌没有人会只吃2块奥利奥饼干。那奥利奥饼干呢，非常让人上瘾，所以只要你开始吃起它们，那么就会像中魔一般的停不下来，以至于一次性吃完这样一盒。那要知道这一小盒呢，含有16块的奥利奥饼干，那么它们一共含有832大卡的热量，相当可怕。那我认识的学员中呢，还有曾经喜欢拿着奥利奥饼干泡牛奶吃的。那可想而知，这样吃一顿得抵多少顿米饭呢？奥利奥显然是卡路里极高、脂肪和糖也极高的代名词。所以呢，你们在减脂增肌的时候呢，如果能够避免，就尽量把它避免了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软饮料。那这里呢，是在我们德国最常见的2种打着富含维他命的果汁。那在它们美丽的维他命包装下，每一杯子呢就有100卡路里的热量，接近25克糖，也就是12茶勺的糖。那要知道呢，我们每天最多只能吃到24到36克糖，那么这样一杯呢，就让你把1天的糖摄取量喝光了。而且呢，这一杯能够补充我们1天所需要的所有维他命和矿物质吗？显然是不能够的。如果你仔细看一下它们的成分表呢，你就会发现，如果要摄取够1天的维他命和矿物质，你至少需要喝3到4杯。而且我知道你们已经知道百事可乐、可口可乐、芬达、七喜等等，或者其他你们已经熟知的汽水，那它们对我们的健康是无益的。但是你可能还不知道，在超市里面的大多数的果汁，比如橙汁啊、苹果汁啊、葡萄汁等等，它们的含糖量也是超级可怕的。那一杯苹果汁中呢，就含有24克糖。那喝完一杯苹果汁呢，就可以有效的阻止我们体内脂肪的燃烧。那另外一个我们绝对不要吃的食物呢，就是薯片。几乎所有薯片的糖和脂肪的含量都非常的高，而且薯片呢是在极高温度下加工而成的。那这个过程中呢，就有可能导致致癌物质的形成。而且呢，大家不要被手工切片薯片，也就是 kettle cooked chips
和天然薯片所迷惑，因为它们其实和一般的薯片呢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从根本上它们是一致的。另外呢，还有一种非常受欢迎而且标榜健康的呢，就是红薯片。其实你要看它们成分呢，它们只含有花生油、甜马铃薯和盐为成分。那它们糖的含量甚至比薯片还有过之而不及，所以大家在减肥期间最好避免哦。那我们的第4名呢是奶油芝士 （cream cheese）。奶油芝士呢是由全脂牛奶制成的。那奶油听起来呢就不像是给减肥健身人士安排的饮食选择。另外呢，奶油芝士里边充满了添加剂和人造香料，很多胖友尝试用低卡路里低脂肪的芝士呢作为代替品来避免常规奶油芝士中的高脂肪和高胆固醇含量，但同时呢不知不觉中食用了更多的人工添加剂和人造香料，而这些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害而无益的。那接下来我要说的东西真的是超级的香，我已经闻到它的香味快不行了。那这就是我要说的披萨。披萨呢是奶酪中的脂肪、面团中的碳水化合物以及一堆盐的混合物。那一片披萨呢，一片就有285卡路里的热量。那我认识的所有人呢，每次至少能吃2片，也就是这样的一半。那这样的话，一餐随便就超过500大卡，而且有可能你还觉得没有吃够，然后饭后再来杯甜点什么的，比如酸奶啊等等。那很快呢，你就会发现自己肚子上的游泳圈越来越大了。所以呢，披萨在减肥时期，我们能避免就避免吧。大家猜猜我待会儿会把它吃掉吗？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那还有一种呢，你减肥期间永远不该吃的食物呢，就是分泌芥末酱和其他的类似高热量的调味品，比如日本照烧酱啊，或者中国的蚝油啊等等。那么2勺这样的分泌芥末酱呢，就大约有130大卡的热量。那么它们是由6克的糖和11克的脂肪构成，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分泌遇到芥末酱，好吗？那同样可怕呢，还有美乃滋，对，就是麦当劳喜欢用的那种。OK， 那最后我要说的东西呢，也是我认为最可怕的，就是炸鸡腿，可怕到以至于我都没有敢把它买回家来，因为我害怕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大家都已经可能知道，任何油炸的东西对我们的减肥都不利，没错。但是炸鸡的卡路里是真的很高，所以真的对不起大家，我没有准备一份炸鸡给你们看。吃炸鸡呢，你会摄取大量的脂肪以及碳水化合物，因为炸鸡外面呢一般都会包裹着一层厚厚的面包糠，那么它们在油炸的过程中呢会吸附满油脂。吃炸鸡呢不仅仅是容易长胖这么简单，它还会增加你患上肥胖症、癌症和糖尿病的风险，所以说对我们的健康非常的不利。而且呢，现在的厂家为了压低成本，那么一般在做这种油炸食物的时候呢，他们用到的油也通常是市面上最便宜的那种。那么他们使用的鸡肉呢，在制作以前也并不是在很好的鸡场里生活的鸡，而是吃激素快速催肥的那种。那么所以可想而知，这样的食物被我们吃进去以后会怎么样呢？所以请减少吃炸鸡的次数吧。所以呢，当你尝试减脂，又或者减脂又要增肌，那这8种呢，是我首先能够想到最糟糕的食物。那么其中最酷的是，你如果可以偶然的吃一点这样的可怕食物，但是仍然还能够继续减肥，那我们要如何做到呢？其实减肥归根到底还是要有热量赤字，也就是你要确保你每天的热量总摄取低于你的总消耗。最好是每天能够吃少于你总消耗25%的食物，也就是如果你一天的总的热量消耗在1800大卡，如果你想要减肥，你就应该吃到1350大卡，这样呢，你每天就有450大卡的热量赤字。那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看到你体重秤上的数字开始变少啦。没错，看到最后的小伙伴现在都知道热量赤字如何计算了。你们千万不要告诉那些没有看到最后的哦。当然咯，你每日还是应该尽可能的吃得健康。那在这里呢，让你少吃这8种食物，也是为了让你的胰岛素水平，也就是我们说的储存激素，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那么这样呢，你的减肥会更有效果。还有好多人呢问我作弊日的事情，那要知道减脂期间根本没有什么作弊日，我可以很干脆的告诉你们，除非你一直吃的呢都低于你的基础代谢，
而且如果你真的要进行作弊日呢，也应该尽可能的吃一些健康的食物，而不是一堆这样的垃圾食品哦。那它们呢是真的会让你上瘾的，你吃了它们之后呢，你会比以往更加期待去吃它们。如果你想尽快的减到你的理想体重，如果你想尽快的见到你的8块腹肌，那就请尽可能的远离这8种食物吧。OK， 那如果大家还有要补充的永远都不该吃的食物，请评论区留言补充，非常欢迎。那最后呢，我是到底该不该吃这一盘披萨呢？ OK， 开玩笑了。那我真心希望这段视频能够帮助到大家，帮助到你们。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订阅、点赞、评论3连哦。那么好，期待下次再见喽。